嗨，大家好！天气又开始热了啊！自从台风引起的连日暴雨持续了1个多礼拜以后啊，终于又迎来了大晴天了。看看天有多蓝，比起前一阵子乌云低垂那种低气压的天气啊，现在渐渐有了一种价高气爽的感觉啊。上一期的牙医说见此时尚专栏呢，跟大家简要的分享了一下，自人类产生文明之后，大家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首当其冲的就是通过牙齿来获取食物，增强体质，进而呢产生了更多的社会活动，逐渐的推动着人类文明历史的进程，并与漫长的人类文明史同步，使得牙科医疗和全身医疗获得更为长足的进步，并且始终与人类文明的发展相辅相成。而每当人类进入到一个相对平和、注重经济发展的时代，民众追求健康，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就会更加的具体，并且更加注重细节。或者说呢，人类由此走上了文明的高级阶段，更加注重内外兼修、身体健康和精神追求的统一。所以当下的人们已经经过了好几代的和平年代，绝大部分人都已经不满足于一日三餐，所处的区域不同，经济发展的进程有快有慢。某一些经济发达的区域率先进入了民众更加讲究自身的形体，其中最要紧的就是自己的门面，甚至不惜重金，为了让自己的牙齿呈现出更加整洁、更为整齐，促进着牙科的某些专业，比方说牙列正畸，就是我们老百姓俗称的矫牙，矫正牙齿，以及不仅改变牙齿排列，而且通过外科的手段，让那些难以矫正的错颌畸形的牙列呢，通过外科的手段来改变，不仅仅是牙齿的排列，也包括让脸型看上去更为漂亮的正颌学科。而老百姓呢，一概把这些称之为整形手术啊。今天呢，我不是想跟大家介绍牙科的美容治疗，包括牙列的正畸、整合手术，或者通过其他的手段让面孔变得更美。那样的美观处置和美容治疗，是否真的那么急迫的要去得到医生的帮忙？我觉得还另当别论啊。这些呢，我们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再慢慢的娓娓道来。今天呢，我其实在浏览网上信息的时候呢，有一条消息映入我的眼帘，说的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位知名的歌手的孩子是一位唇腭裂的患者，老百姓称之为兔唇。因为父母亲作为知名人士受到了太多的不恰当的关注，而作为孩子的父母当然是要想尽办法保护自己孩子的私隐，同时更要竭尽所能花费金钱去寻找这方面有能力的医生，而这样的医生呢，正是牙医中的一种，具有颌面外科手术的能力，同时呢能够通过精湛的整容的技术，通过对这样的患儿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反复多次的改善型或者叫改良型的手术，最终使得孩子的容貌达到媲美普通人的程度。在这样漫长的治疗过程当中，对于患儿来说，他不仅要承受3番5次手术的痛苦，在精神上承受长期的心灵创伤，更需要他的家长给予更多的关怀和正确的开导。同时，作为家长也要从自责中勇敢地走出来，以科学的态度来面对心中的疑惑和世间的流言蜚语。因为我曾经也是一位在口腔颌面外科病房做过多年手术的外科医生，当年也曾经为不少的唇腭裂的患儿配合上级医生或者独自做过不少这样的手术。所以我今天偶然看到这样的一个报道，看到这位医人的孩子手术前后判若两人，基本上已经看不出太多的唇腭裂的影子。虽然以我专业的眼光，我当然能够大致了解，应该是很多次的手术才慢慢达至的这样的效果，并且内心能够感受到孩子的家长这些年来心灵上一点都不亚于自己孩子所面临的压力。但我还是想说，作为一个人诞生在这个世界上，即便有一些样貌上的与众不同，
也同样是上天的恩赐。不管自己的孩子容貌如何，也都是家长的心头最爱，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呢，也轮不到吃瓜群众在现实中或者在网上指指点点，把别人的痛苦当成消遣。而我作为一位医务工作者，我的责任就是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对于民众不科学的认知以及由此形成的偏见，来做一些尽可能科学的讲解分享。虽然未必能够完全达到以示正听的目的，但起码也让观看我视频的朋友知道，对于某一些疾病，它的成因、它的来龙去脉以及它的预后有起码的了解，并且通过这样科学的认知，以达成更友善的理解，并且呢，对患有任何疾病的人群抱有更多的同情。我觉得这也是让人和人之间相处达成更好的和谐关系，作为医生应尽的一些责任和义务。那今天呢，就是想跟大家简要的聊一聊，为什么在人类的进化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些先天性的疾病，初步来探讨一下发生像这种先天性唇腭裂它的一些原因、它的种类，它需要通过一些什么样的素质，最终要在医疗上还有精神照护上帮助患儿走出心理的阴影，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唇腭裂一般指的都是出生的时候发现孩子上嘴唇没有完全合拢，从外观上很像兔子的嘴唇，所以在民间就把这种唇裂称之为兔唇。那其实呢，唇腭裂包括3种情况，一种呢就是最常见的唇裂，仅仅限于上唇，没有完全长合。第二种情况相对要比唇裂更为严重一些，它的裂隙不仅仅包括软组织，也包括上唇后面的上颚，因为上颌骨没有合拢，使得这样的裂隙从嘴唇一直发展到上颚，甚至包括整个上颚和软腭。还有另外一种情况相对比较少见，它的嘴唇完好，而仅仅是在口内硬腭的部分，因为发育的关系没有关闭，仅仅造成一个腭裂。所以综合来讲，唇腭裂大致分为1唇裂、2唇腭裂、3腭裂这3种情况。那说到成因，虽然现在的医学科学对于造成唇腭裂的明确的原因还有几派的学说，或者说还有并未明了的部分，但一般而言，大致也可以归纳为内外2个因素。内在的因素其实就是基因的突变。根据统计，大概每600个新生儿里面就有可能见到一位唇腭裂的患儿。简单来说，唇腭裂的发生率大概在1/600这样的一个比例。但如果说家长中有一位是唇腭裂患者，或者他的家族里面曾经有过唇腭裂患者，那他的发生率就会增高到几十乃至10几分之一。但这个其中的出现变异的机制并没有完全被掌握，而更多的只是从统计学的角度统计出来的一些数据，而更多的研究报告集中在人体的染色体上的变异造成的基因突变这样的原因上。而另外一种外在的因素，可能更多的是受到药物的影响，就是在母亲怀胎的过程当中，使用了一些有可能会造成基因变化、阻碍正常的胎儿发育的药物。虽然药理学家也明确地罗列了几种可能造成胎儿基因突变、发育异常的药物，但同样的，并没有100%的形成机理方面的报告。所以人的生命从娘胎里面就不是一帆风顺，更不用说在他出生之后所经历的多舛命运。但是人类正是自己的不完美，所以才会在后天不断的努力去扬长补短，去改善自己的方方面面，其中也包括有了一口饱饭吃以后，大家更加注重自己的外表形象，让自己变得更有吸引力，以利于自己在社交上、工作上获取更多的资源，得到更大的成功。对于在胎儿阶段胚胎的发育过程当中是如何造成胚胎发育的畸形，这些呢过于深奥，我今天就不在这边详细和大家分享。但有一条，人的胚胎形成，在胚胎的发育过程当中，人的一张脸是由胚胎的左右两侧慢慢的合成一张脸，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左右牙齿之间，上颌骨以及覆盖在这些骨面上的组织，都是由2块相同的组织慢慢向中间增长，最后融为一体，成为普通人口腔的模样。正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融合的过程当中，受到了已知的而更多是不清楚原因的影响，使得这2块原本应该融为一体的组织没有完全的形成一体，这就有了部分的唇裂，直到完整的唇腭裂这样的变异。并为600个新生儿才出现1个的这种比例的孩子，要在他们的人生当中受到更多命运的捉弄。但同时也正因为这样的先天不足，有可能他会得到来自他的父母、家人、亲朋好友以及有爱心的民众的更多的关怀，并且只要医治得法，是可以通过手术的治疗、整形的技术，使得这种缺陷得到很大的改善，完全可以和平常人一样过正常的生活、学习、工作，而且一点也不妨碍这样的孩子展现才能，回馈父母乃至整个社会，甚至因为这样先天性的缺陷，而使得他们在其他方面表现得更为优秀。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今天呢，我只是因为早上看到的一则网络上的信息，根据我所知道的一些先天性唇腭裂它的种类形成的机制，跟大家做了一些粗浅的分享。先天性唇腭裂这种先天性的疾病还有很多值得人类去探究、去努力改善的地方，但最重要的是，无论身患何种疾病，无论是先天性还是后天型，你都是一条完整的生命，在你的生命历程当中，理所当然的应该灿烂开放，在这个世界上留下自己明亮的光影。而且我们之后还会以我亲身的经历以及认识的朋友当中的唇腭裂患者的开挂人生，来给大家展示什么叫做上帝给你关上一扇窗，就会给你打开一扇门的故事，慢慢的跟大家分享。那今天这一期的牙医说健齿时尚专栏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观赏和聆听，我们下一期牙医说再见，拜拜。